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。这期视频按讲座的原计划谈谈深静脉血栓。深静脉血栓就是深静脉形成血块的疾病，通常在腿部，是一种常见但通常可以预防的疾病。然而如果不积极的预防，或者是出现了又没有及时的发现，常常会造成严重后果，例如皮肤损伤、坏死，甚至截肢，或者是肺栓塞导致死亡。深静脉血栓可以是无症状的，而且在一些情况下，患者可能会首先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肺栓塞的症状，然后才发现有深静脉血栓。那么如何预防深静脉血栓呢？首先让我们从以下3个方面对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及其危险因素做一些基本的了解。第一个方面是静脉瘀滞。与动脉血液流动靠心脏的动力不同，深静脉血液的流动有赖于附近肌肉的收缩与其瓣膜的活动。久坐不动失去了肌肉收缩的动力，血流减慢或瘀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血液中的凝血因子和红细胞在静脉内容易停止和沉淀。抗凝血机制也可能会减弱，还会导致静脉内壁的改变，使血细胞更容易与凝血因子相互作用，促使血栓形成。常见的危险因素有长期卧床休息、长时间坐着工作，或者是长时间坐着玩电脑、玩手机、看电视、打牌、搓麻将、坐长途汽车或坐飞机等等。第二个方面是血管内壁损伤。血管内皮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受到损伤，包括创伤、手术、吸烟、炎症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以及某些药物的使用。这些因素可以导致内皮的损伤，使其表面变得不光滑。当血液流经这受损的内皮区域的时候，它就会与这些暴露的组织和成分相互作用，形成血栓。第3个方面呢是血液的高凝状态，这是指血液凝结的趋势增加。这里呢有多种因素，包括有家族史、肥胖、某些医疗状况和药物，例如有些口服避孕药和激素替代疗法。癌症本身以及癌症的治疗可以增加凝血的风险。另外，手术创伤可以导致高凝状态。还有老龄化本身也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因素之一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以上所有谈到的病理变化常常会越来越多，发病率也会增加。另外，曾有过深静脉血栓的患者有复发的可能性。通过以上的了解，我们不难总结出预防深静脉血栓的具体方法和建议。第一，预防静脉瘀滞。经常活动和锻炼，如快走、慢跑、骑自行车或游泳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加下肢肌肉的收缩能力，减少深静脉血栓的风险。如果您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或乘长途汽车、飞机，尽量每隔2到3个小时就站起来伸展双腿或行走一下。不能站立行走的，可反复做勾脚、抬起脚跟或抬起小腿的动作。如果因疾病或手术需要长期卧床，那么您需要做一些床上的腿部活动，包括主动的或被动的，都会有帮助。必要时需要使用一些机械性的深静脉血栓预防装置，以减少深静脉血栓的风险。对于长时间旅行或坐着工作的朋友，穿紧身裤或长袜子可能有助于提高下肢血液流动。对于高危人群，医生可能会建议穿医用弹力袜。穿医用弹力袜需要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选用，松紧要得当，时间要得当。袜子的前端留有开口，你需要学会观察皮肤温度和脉搏。
第二，预防血管内皮的损伤，维持健康的饮食，饮食中含有健康脂肪、高纤维和抗氧化剂的食物，有助于维持心血管的健康。减少高糖、高脂和高盐的食物摄入，戒烟限酒，注意炎症创伤和手术的及时医治和康复。第三，预防血液高龄状态，维持健康的体重，通过控制体重呢，来减少脂肪堆积，可以降低血栓的形成。每天喝大约1500到2000毫升的水，可以保持血液稀释，减少血液粘稠度，有助于预防血栓。必要时医生还会建议用药物预防，特别是对于高危人群，如接受大型手术、癌症治疗或者是长期卧床休息的患者，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抗凝的药物。我还建议如果有以上所提到的深静脉血栓风险的朋友，请您咨询您的医生，做好有关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和管理，遵循医生的建议，必要时药物治疗，以及定期进行健康检查。大家可能会注意到，在我的讲座里经常会提到咨询医生和定期检查。常常有朋友向我提到看医生的经济负担和医疗保险的困扰。在此，我还想向我们中老年朋友再次推荐小孙班长的免费退休课程。在退休前做好我们经济和医疗事务上的安排非常重要。现在正是他第12期退休课程的报名阶段，他的课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，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听听。联系方法呢，请看视频上方的信息。那好，这期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，请您点赞、订阅并分享。如果您订阅，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以便收到我的视频更新的信息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，请您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。下期视频呢，我将继续来谈谈深静脉血栓的早期发现和治疗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